去年我扦插种植，长得枝繁叶茂的5颗飓风葡萄，如今就剩下这1盆独苗了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当时我把4颗飓风葡萄放在了外边的大棚里边，还有1颗就是这1颗放在了车库里边。结果这个冬天特别的冷，那4颗放在大棚里边的葡萄没有耐住这么冷的严寒，都冻死了，就剩下这么1颗保存在车库里边的了。在7区这个地方，飓风葡萄过冬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所以今年我打算把这1颗幸存下来的飓风葡萄给它盆栽了。这样的话，在入冬前我就放在车库里面保存，春天的时候就搬到外边了。这里也想给大家提个醒，这种飓风葡萄最冷的耐寒区域就是到7区了。如果你在6区或者是5区或者是更寒冷的地方，那在户外也就不用考虑种植了。在7区的话可以种植，但是要做额外的保暖，而且一旦遇到特别寒冷的冬天，很可能就会被冻死。如果不想这么麻烦的给它做防寒保暖的工作，那最好还是种一些更耐寒、更适合本地的葡萄品种。如果非好这一口，或者是就要想吃到飓风葡萄，那就盆栽吧，或者就是入冬的时候给它埋土埋地，做更多的防寒保暖工作。盆栽的第一步就是配置盆栽土，我大概是用了1半的堆肥土，另外1半是用泥炭苔和蛭石构成的，其中蛭石也可以用更便宜的珍珠岩来代替。加上2、3把的鸡粪肥，再加上2、3把的有机复合肥，给它混合均匀了。接着找上一个大花盆，就可以把土装盆了。我把盆土大概是给装到了花盆2/3的高度。准备好盆栽土和大花盆之后，我们盆栽葡萄的第2个步骤就是把葡萄苗进行一下修剪。这些底部长出来的枝条纯粹是消耗营养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，全都把它给去掉。这一根，还有这种小的，这个枯掉的枝条就不要它了。调整一下方向，最后我留下这样3根枝条。把这3根枝条的尖儿都打掉，主干的尖儿也掐掉，摘芯儿，这样我就能让葡萄把营养给留下来，先让枝干长得粗壮，上边干掉的侧枝也给它剪下来。第3步就到了移栽环节了，再给它施点底肥。还是2把的鸡粪肥，2把的344有机复合肥，和土稍微的混合一下。这2种肥也算是我菜园有机种植的通用肥了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。把葡萄苗从花盆里边取出来，看看根系长得还不错。把它小心地放进花盆里边，有一点点高，先挖出一点土出来。现在的高度差不多合适了，这是调整后的高度，根部离花盆的上沿大概有10厘米左右。把主干调整到花盆的中心位置，就可以填土了。没想到有这么准，我配的土的量刚刚好，够填满这一花盆。把花盆移过来，离我的水管稍微近一点，给它浇上定植水，多浇一些，让水能够从盆底漏出来。拿一点稻草过来，保护葡萄的根部。这一步主要就是起到保护根部、保湿保水的作用，所以用碎木屑护根，或者是用鸡蛋壳堆在上边，都是一样的。再给它浇上点水，把麦秆都弄湿了。
现在花盆看着是有点满，过上1-2个月，土就沉下去了。最后一步了，插上一根棍子，把主干给它固定上。另外一条大点的分支也固定起来。又找来一根小木头，把这根小的分支也固定上。好了，这下盆栽巨峰葡萄的工作就做完了。